人一旦开悟会有多可怕？王阳明龙场悟道后的心血传入日本后，竟让其从一个弱小的倭国摇身一变成了世界强国。王阳明到底悟到了什么？为何对日本的影响能够如此之大？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公元1508年，王阳明在贵州龙场这个地方顿悟出了关于人生的真谛，也正是这一次悟道，让心学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。那么，在这一次悟道中，王阳明究竟悟出了什么呢？在深入龙场悟道之前，有必要了解一下龙场悟道的背景。简单来说，龙场悟道发生在王阳明人生的转折点。36岁之前，王阳明还是遵循着儒家为世人所设定的基本路线发展，考取功名，为国分忧。事实也果然如此。1499年，年近30的王阳明参加会试，一举拿下了2甲进士。此后，仕途更是开了一路的绿灯。然而，朝纲却为一个名为叫刘瑾的宦官所祸乱。10几岁的皇帝朱厚照因为刘瑾的谗言，先后贬低了一众辅政大臣和进言的忠臣。王阳明见此形势，想着天道使然，必不会使邪气压过正气，因而就大胆地向皇帝上书了，正义凛然地代表正气发声。朱厚照看完这上书后，虽然搞不懂王阳明在说什么，但大概也知道此人并不支持刘瑾，于是就让王阳明挨了40军棍，下了狱。狱中的王阳明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哪儿错了。与此同时，皇帝又下达了贬低的名义，发放王阳明至贵州龙场去当个小小的站长。王阳明彼时的心态还算不错，想着毕竟能够恢复自由身。可到了龙场，他才知道偏僻一词的含义。龙场这个地方不仅位置偏僻，交通不便，而且虫蛇四处横行，整日笼罩着一股瘴气，生活条件堪比远古人类时期。自小生活在优渥环境中的王阳明哪里吃过苦？看到这幅景象，一时间更是顿住了。然而，朝廷命令已经下达，不可能更改。在铁一般的命运面前，王阳明只能接受。他开始自力更生，动手修理房屋，还学会了耕种。闲暇之余，还在脑子里回味易经。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，最终迫使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如果像孔子那般的圣人落得与自己一般的下场，他会怎么办？可思来想去，王阳明就发现圣人是不可能落得这般下场的。于是他就开始转换思路，想着圣人是如何去适应外部环境的。可适应外部环境的前提是对这现实世界有了充足的把握。显然，此时的王阳明做不到完全的把握他所处的现实世界，那么他就需要处理如何认识与如何对待外部环境这2大问题。而这2大问题的妥善解决，就促成了心学的全新面貌。如果你正处在绝境中，王阳明或许可以救你。他龙场悟道后，发现了人绝处逢生的关键。据说日本曾靠着他的思想一夜跻身世界强国。在龙场悟道的过程中，王阳明发现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不管是谁，都会遇上不同的事端。将这些事端妥善分类，可以发现大致有高峰与低谷2种。然而，这种高峰与低谷并不是真切的。他说到底不过是人对外界的感受发生了改变，从而出现了高峰或低谷这种说辞。就个体而言，当他处于高峰时期，他是无法想象低谷的存在的。同理，当他处于低谷时期，他同样难以想象他的人生会迎来高峰。显然，外部环境是不大可能有所改变的，他甚至几乎不可能为个体所改变。因此，王阳明认为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解决自己的情绪与感受。那肯定就会有人说，自己的感受不重要吗？当然重要，人的感受才是人的真实经历。但王阳明也说，人生所经历的一切，除了生与死，其他的感受无非都是庸人自扰。这也是说，只要内心从容地面对除生死之外的一切，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干扰你的内心。一个人若是内心达成自足，那么这个世界也就没有什么能够击败他了。可如果一个人容易为外界所动摇，比如说看到朋友的成功，产生了极度的情绪，那么他就容易陷入自我否定之中。实际上，朋友的成功并不是为了贬低他的成就，甚至成功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价值高低的判断。这个判断不是出自于他的朋友，而是来源于他本人。正如一朵鲜花，在有些人看来是美的，在另一些人看来是丑的。也有些人或许会以为这花是香的，另一些人却觉得此花的香味刺鼻。凡此种种，其实与花本身无关。美或不美，香或不香，其实都是人的感知。倘若没有人的存在，花也无所谓美与丑，无所谓香与臭，因为在整个自然界，除开人之外，并不会有第2种能够自如地产生情
情绪的生物。这也是说，物质本身只不过是引出人的情绪的存在。人的内心所能包容的，并不是多少的物质，而只有情绪。个体所能做的，只是妥善地处理好自己的情绪，冷静地对待自己的情绪，不为情绪所牵引。怎么处理呢？方法很简单，当你的心被名贵的衣服所牵引的时候，就不妨想想自己到底是在意这名贵衣服的什么，反思这些名贵的衣服和普通的吃穿用度又有何不同。当你发现这些物质本质都一样的时候，那么你的情绪就不会再为名贵的衣服所牵引了。到那时，你内心所能达到的境界又高了一层。那么，这一思想又是如何成了日本跻身世界强国的动力呢？身处绝境就读王阳明自救，日本人通过研究他的心学，一夜之间跻身世界强国。公元1602年，王阳明的代表作《传习录》传入日本。此时的日本社会还服膺于程朱理学之中，思想严苛，阶级固化严重，接近矛盾激化。与程朱理学不同，心学等级秩序相对松散，更强调个体的内心与实践，让人瞧见了冲破阶级固化的可能与希望，因而很快就为底层人民所接受。与此同时，王阳明也强调，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来说，就像是心与身体的关系。这一说法对于日本天皇来说，又是一个绝佳的说辞。众所周知，心在王阳明思想中有多么重要，而在幕府时代，天皇不过是个傀儡，都谈不上精神信仰。王阳明的这番说辞，倒可以使得皇室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信仰，成为心一般的存在，从而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。因而这一说法又为上层统治者所接受，一时间整个社会都涌动着心学这股新思潮。上至日本天皇，中到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吉田松阴、西乡隆盛等，下至底层百姓，每个人了解过阳明心学。既然每个人都有心，都有自己的情绪，对世界的认知都不一样，那么人若想去看到真实的世界，就应该是通过自己的实践，而不是听从旁人的说辞。大批受到影响的下层武士不再信仰幕府，确立了新的忠诚对象日本天皇，开始走向政治中心。以往的幕府统治模式变得摇摇欲坠，最终明治维新运动爆发了。德川庆喜这位最后的将军，迫于局势，只能将政权返还给日本天皇。在这场政治革命中，中下级武士、平民借助阳明心学的思想，发挥了重大的作用。日本也因此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国家，迅速崛起，很快就废除了先前与西方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，更是在之后的西方殖民中，成了整个亚洲唯一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。不难看出，明治维新这一运动带给日本的力量是非同凡响的，而阳明心学更是在这之中发挥了不容忽略的思想作用。但这绝不是说，倘若没有阳明心学，明治维新运动就不可能发生。思想的作用固然不容忽视，但也不能盲目的夸大。原因有二，首先，据学术界考证，王阳明心学传入日本之后，其实是被日本人做了一定的改变，准确来说，是将其中的不少内容都置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内容，也正是所谓的旧瓶装新酒。其次，近代中国在借鉴日本明治维新之时，也关注到了阳明心学。在当时的境况下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难免会做出将阳明心学等同于明治维新的武断，以希冀借此力量来实现中国的复兴。思想的伟大对现实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，但如果没有将之付诸实践的能力，一切都是枉然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